第329章进阶大斗师。吃！青色火焰与三色能量在经脉之中凶悍碰撞，细微的嗤嗤声响连绵不绝，而那三色能量也是在此刻急速的沸腾了起来，一波波浓郁的能量涟漪从本体中扩散而出，撞击在经脉上，让得萧炎嘴角一阵哆嗦。不过好在这几条主干经脉极为坚韧结实，因此除了疼痛之外，倒还并无其他大碍。强忍着疼痛，萧炎指挥青莲地心火将三色能量包裹而进，然后将之强行携带着，再度顺着功法路线运转了起来。青色火焰包裹着三色能量，呼啸着从功法经脉路线中扫过，心神细细看去，能够模糊地看见在那火焰之中急速沸腾的三色能量。随着青莲地心火的不断焚烧，三色能量在炽热中被迫完全融合成了一股有些偏向青褐色的液体能量。在高温的威胁下，它们这次融合所产生的能量似乎比先前还要庞大。不过即使能量变得再度雄浑，可对于青莲地心火来说却依然没有太大的抵抗能力。当萧炎再次从那林中调出一缕青火时，青褐色能量的反抗终于是逐渐的弱了下来。随着运转，一缕缕失去了野性与炽热的青褐色能量缓缓从主体中脱离而出，最后被青莲地心火完全转换成了精纯的青色液体能量，灌注进了气旋之中。在那一缕缕青色能量的灌注下，气旋之中的液体能量几乎是在以一个让人炸舌的速度猛然上涨着。不愧是三文清灵丹，药力竟然如此雄厚。望着这一幕，萧炎心中略微有些惊喜。他能够发现，此时自己的实力已经即将突破到8星斗师层次。虽然8星距离9星甚至突破大斗师障壁还需要更加庞大的能量，但那三文清灵丹的药力可还有着大半呢，应该足够了。心中盘算了一下，萧炎再度凝神，不断消耗着斗气，将青莲地心火从那林中吸扯而出，最后加注到那正焚烧着青褐色能量的火焰中去。虽然操控青莲地心火需要消耗不菲的斗气，可这些消耗对于那正疯狂的从三文清灵丹中源源不断补给过来的能量相比，却不值一提。青色火焰包裹着青褐色的能量，在经脉之中急速的循环而过，每一次的循环完毕，都将会把一大股已经炼化完毕的精纯能量投注进入气旋之中，而每当此刻，气旋中的体积便是将会猛然上升许多。原来的气旋只储存着近半的青色液体能量，而现在气旋之中的液体至少已经占据了3/4的面积。按照这个速度，气旋被灌满之时，便是到了斗师级别的极限了。随着时间的缓缓度过，外界的萧炎周身已经被淡淡青色光华所笼罩，这些青色光华覆盖在身体之上，形成一幅斗气杀衣的模样。而此时，这些青色光华却是在不断的扭曲着，似乎是在构造与试探着什么。隐隐间，那些原本属于虚幻的斗气杀衣居然出现了类似实质之物的特征。此时的萧炎自然是感觉不到周身的变化，有着青莲的安神之效，他可以随时保持着对心神的最大操控。此刻他的所有注意力已经完全的放在了体内那即将满溢的斗气气旋之中。体内气旋缓缓地旋转着，在其中青色液体能量犹如那即将泄洪的水坝一般飘飘荡荡，似乎随时都将会从那已经达到极限的气旋之内溢出来。萧炎的心神不敢有丝毫放松地注视着满溢的气旋，在经脉之中，那三文清灵丹的药力虽然已经被炼化了将近3/4，可那残余的药力依然是一股不菲的能量。然而此刻的气旋已经再容不下任何一丝能量，现在它的容量已经达到了极限，若是再强行灌注，气旋恐怕将会就此长裂，那后果穷则思变。所以现在的萧炎必须采取措施，方才能够让得自己避免那种下场。避免过了，那便是实力暴涨；避免不过，气旋一破，斗气散溢，就此沦为废物。曾经享受过这种待遇的萧炎，自然是绝对不可能再去感受第二遍。缓缓地吐了一口浊气，萧炎手印悄然变动。在这种即将突破之前，每一名斗师都会按照本能来选择最正确的举动，这是有过无数前人用成功而证明的举动。很简单，那便是压缩。气态的能量能够被压缩成高级的液体能量，而液体则同样能够
被压缩成更高一级的固体能量，而这所谓的固体能量，也正是大斗师强者能召唤出犹如实质一般的斗气铠甲的秘密所在。随着萧炎手印的变动，体内气旋先是瞬间的寂静，片刻后，一圈圈涟漪忽然在气旋表面波动了起来，波动越来越烈，到的最后，几乎便是犹如沸腾的开水一般，咕咕青色浪花在气旋中央位置不断渗透而出。在能量涟漪波动的刹那，原本缓缓旋转的气旋也开始了悄然的加速，加速的时间极为短暂，仅仅是不到10秒时间，原本那慵懒而走的气旋便是变成了一个疯狂旋转的螺旋圆体。因为高速的旋转，导致在气旋周边位置居然出现了一圈圈的青色圆弧，旋转所发出的呜呜之声在身体之内缓缓地传播着，这些似乎蕴含着某些神奇节奏的声音穿过经脉，透过骨骼，融出细胞，最后到达皮肤之外，传进了那些正在萧炎身体表面不断扭动的斗气沙衣之中。在声音传进斗气沙衣之中后，斗气沙衣的扭动缓缓停止了下来，瞬间后，青光猛然闪烁，青色斗气快速融合汇聚，最后彼此相融，光华稍减，一副在胸口处烙有一道火焰之纹的青色铠甲有些模糊地出现在了萧炎身体表面上。虽然这具青色铠甲仅仅只是初具雏形，可那深邃的淡青毫光以及若有若无的雄浑能量喷涌，却是让的人清楚，它可根本不是先前的斗气纱衣可以相媲美的。这幅雏形斗气铠甲在萧炎不曾察觉间缓缓成型时，萧炎的体内也正在经历着惊心动魄的变化。由于心神在控制着气旋的旋转速度，使得它不会超出某种极限，而给身体带来什么伤害，所以萧炎必须小心翼翼地将之伺候着，不敢有着丝毫放松。当然，在这之余，他还必须尽量地拖延3文清灵丹药力的到来。此时此刻，到达极限的气旋可不再需要他的继续灌注，所以萧炎还必须分心来控制青莲地心火，将之拖延。虽然将青莲地心火撤去便是能够停止炼化，那样便没有能量会继续灌入气旋，不过萧炎也拿不准，若是撤去了火焰，后者会不会忽然间再来个分化。若是分化后有一缕未被提纯的能量闯进了气旋，那不是将会把气旋中萧炎好不容易维持下来的平衡给打破。想起一旦平衡打破的后果，萧炎心头便是打了个冷战，这种尝试他可不敢。当下一边不断地催动着气旋旋转速度，另一边则是将3文清灵丹的药力死死拖住，不使得它完成循环。现在的萧炎体内无疑是在进行着争分夺秒的时间赛跑，气旋之中满溢的液体能量，萧炎必须在下一波能量到来之前将之压缩成固态之状，也只能这样，方才能够免去气旋掌破的危机。疯狂旋转的气旋已经变成了一个隐隐的青色影子，而随着这般高速旋转，气旋中的液体能量也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诡异地减少着。然而能量虽然减少了，可萧炎的心神却是能够清楚地感觉到，气旋深处一个拥有着庞大能量的物质正在缓缓地成型着。快了！感应到那急速成型的物质体，萧炎紧绷的心情略微舒缓了一下，旋即不断地催促着。时间缓缓流过，气旋之中的液体能量也在迅速地减少着，一切似乎都是在对着最顺畅的路线进行着。疯狂呜呜旋转的气旋之内，液体能量已经逐渐见底，一个仅有拇指大小的青色菱形晶体忽然在萧炎心神注视中缓缓地悬浮在了气旋中央位置，安静不动，身体之上忽明忽亮的毫光显示着这个出生之物的脆弱。心神有些惊奇地盯着那犹如矗立在风暴之眼中的青色菱形晶体，在这枚晶体出现的刹那，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那股从灵魂深处散发而出的舒畅之感。这个小东西便是成为大斗师的最关键之物，大斗师强者通常将之称为斗晶。在很多强者眼中，只有当拥有了斗晶之后，方才是真正踏入了斗气修炼的殿堂。这个小东西是一个人体内所有斗气的结晶，其内蕴含着让人啧舌的庞大能量。心神有些迷醉地望着那枚刚刚出生的青色菱形晶体，然而萧炎还尚来不及松口气，经脉中忽然传来的细微声响却是让的心脏微跳。心神一动，迅速扫描了一遍经脉，旋即脸色大变。经脉中
那原本极为抗拒青莲地心火的3文清灵丹药力，却不知为何，居然是忽然完全选择了放弃抵抗，任由青莲地心火将所余的药力完全炼化，然后火焰夹杂着澎湃的能量，对着气旋一路咆哮着冲了过来。脸色苍白地注视着那犹如洪水过境一般，无视了心神阻拦的澎湃能量，萧炎心头泛起一抹惊恐。若是任由这股能量冲进气旋之中的话，那才出生不久的脆弱斗晶恐怕将会立马被摧毁成一堆粉碎。而若是斗晶破碎，萧炎不仅不可能成功进入大斗师，并且实力还会因为能量的匮乏而大幅度退步。这一切都是因为服用丹药想要越级进发的后遗症灾难。若是依靠自己本身力量稳步的冲击大斗师，自然是不可能有这种危险情况。依靠外物，始终都是有着足以将自己毁灭的潜在危险啊！当然，此时的萧炎已经没心情再去理会依靠外物的这些弊端。现在的他正全力运转心神，控制着包裹能量的青莲地心火，想要将这股能量拉回去。可惜此次能量的冲涌力实在是太过庞大，而且因为炼化的缘故，现在这些精纯能量已经被打上了萧炎的标志，因此青莲地心火的高温焚烧已经对他失去了效果。尝试了种种措施无效之后，萧炎也只能惊恐地望着那距离气旋越来越近的庞大能量，心中略微有着许些悲意。他没想到自己还未上云岚宗，还未败给纳兰嫣然，便是自己先毁灭了自己。恍惚中，脑海中再度闪过画面，依稀是当年的萧家大厅，身姿窈窕的少女，面情无奈与许些不屑。大厅中众生百相，表情皆是不同，讥讽、嘲笑、惋惜、愤怒，一张张面孔跳过，最后来到了首位处，脸色铁青与涨红交织的中年人身上。我相信我儿子不会是一辈子的废物。当年强忍着内心被强行退婚的愤怒与尴尬的肖战，如此对着面前下跪俯身的少年轻声道。温和的笑声缓缓地响起，让得盘坐在青莲之上的萧炎缓缓低下了头。父亲，多谢了。低低地呢喃了一声，萧炎喉咙间发出一声犹如困兽般的厉吼，凶猛的灵魂力量在此刻爆发而出。而在灵魂力量暴动的那一刹，气旋之内青色火焰猛然犹如火山一般暴涌了出来。滚出去！火山般冲出的青色火焰狠狠地撞击在了那即将进入气旋的澎湃能量之上，强猛的劲道直接将之从气旋边缘处撞进经脉之内，最后一路顺着几道先前被打通的经脉，将之恶狠狠地挤了出去。嗤嗤声响再度响起在房间之内，萧炎身体猛地一震，10几道能量光柱从毛孔之中爆射而出，霎时间强烈的光华笼罩着整个房间。叮！随着那些危及晶体的能量光柱离体，萧炎体内疯狂旋转的气旋缓缓地停止，其中那枚青色菱形晶体猛然光华大涨。房间内，萧炎眼眸乍然睁开，青色光华自眼中爆射而出，双脚一点，身体轻巧落地，目光扫视间，气势较之昨日判若两人。成功了！长长的吐出一口憋在胸口许久的闷气，感应着体内那从未有过的澎湃之感，萧炎低声喃喃了一声，旋即狂喜之色忍不住地浮现脸庞，如释重负的大笑声在房间内响了起来。在大笑中，似乎有着一道苍老的欣慰松气声悄悄地响起，旋即湮灭。